又一次被印度小学生震惊了。他走上讲台，拿起粉笔。Where A is the field values of n cross n, complex matrix and... Shut up and go back to your seat. 男孩还安慰老师 It's okay, ma'am. Even I cannot solve it. I can't believe you just said that to me. That is ridiculous. 老师彻底怒了，扬言要跟校长投诉，让学校开除他。很快，男孩的父母被请到学校，面对校长的质疑，父亲却告诉他，自己的儿子智商有169，在外面获奖无数，还登上了报纸。所以不是他不好好上课，而是这里的教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了。听到这话，校长马上换了副笑脸，承诺给男孩全额奖学金，还免除了所有费用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男孩留在学校。第二天，神童的事传遍大街小巷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抢着要采访男孩。面对镜头，男孩没有一丝慌乱，自顾自说着那些高等的物理学知识，在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，可他们依旧在不断的附和着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得他们高人一等。这天，一个地产大亨找到男孩的父亲，看他们住在贫民窟，便提出送他们一套豪华别墅，但条件是男孩帮他们做一次演讲，以此来说服一些冥顽不灵的钉子户。没过多久，地产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发布会，男孩身穿西装站在台上侃侃而谈，所有人都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可就在气氛达到最高点时，男孩的脑子却突然卡壳了，支支吾吾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，男孩耳边突然响起父亲的声音。Redevelopment से इस साल के हर बच्चे का फ्यूचर ब्राइट होगा।随着男孩振臂一挥，人群里瞬间传来尖叫与掌声。随后，他又开始展现自己神童的天赋。不管观众出多难的数学题，他只要沉思片刻，就能从父亲那儿得到答案。此时，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，眼前这个所谓的神童只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正是男孩的父亲雅安。他出身贫民窟，所以刻苦学习，考进了名牌大学，以为能靠知识改变命运。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物理研究所，给博士当助手。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可其实就是干杂活的。博士整天安排他端茶倒水，动不动还对他破口大骂。渐渐的，雅安发现博士在研究外星人入侵地球。In our hypothesis, the microbes are aliens. Aliens falling on Earth all the time. 简直离谱到家了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也能轻松拿到巨额的研究资金。后来在交流会上，有个记者向博士提出了质疑，而博士却回答 ：“If you understood.You'd be me. 经过这件事，雅安彻底明白了，只要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，就会被别人当成天才。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儿子，他开始给儿子灌输高深的物理学知识。等到儿子背得差不多时，雅安便让他配合自己，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天赋，以此来吸引注意，营造神童的形象。此后，学校的每一场考试，雅安都借助自己的人脉提前拿到试题，然后让儿子把答案背下来，保证次次都能拿满分。为了万无一失，他甚至将儿子的助听器改造成了蓝牙耳机，随时跟儿子保持沟通。在雅安的运营下，男孩开始四处走学演讲，完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。可这天，同桌的女孩因为考得太差，正在被母亲责骂，凭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就能考满分，你却连及格都考不了？男孩有些自责，便去安慰女孩，还将自己是假神童的秘密说了出来。男孩的一番善意被女孩当成了把柄，事后他威胁男孩，以后每次考试他都得帮自己作弊。为了不被拆穿身份，男孩只能答应，但女孩变本加厉，在课堂上要求男孩背诵乘法表。看着他狼狈逃走的身影，女孩得意地笑了，眼中满是复仇的快感。后来男孩承受不住压力，向父亲坦白了一切。父亲听后大吃一惊，于是便将女孩约到天台，以他全家人的工作为要挟，逼他保证永远不把那个秘密说出来。虽然危机顺利解除，可父亲的内心却隐隐有些不安。随着儿子越来越出名，他总会遇到懂行的人，一旦被戳穿，他们全家都会身败名裂。想到这儿，他让儿子停止了演讲，专心学习知识。可这天，博士突然到学校考察，专门跟男孩见了一面。仅仅几句话，他就意识到眼前的神童其实什么都不懂，只是填鸭式的背诵了一点高等物理学知识罢了。为了儿子的神童身份不被拆穿，雅安跟教授做了场交易，让儿子去做一次演讲，利用他的神童身份为博士的核能充电宝项目筹集更多的资金。从那之后，男孩开始没日没夜的背诵演讲稿。在学校，他要承受同学们的孤立和嘲笑；回到家，他还得面对父亲的斥责。直到演讲当天，男孩的精神依旧高度紧张，面对台下无数人的目光，他开始语无伦次。即便父亲在偷偷给提示，他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男孩在台上昏倒了。醒来后，他的精神彻底崩溃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都跟没听到一样，自顾自背着那些晦涩难懂的物理学知识。看到这一幕，父亲终于醒悟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贪婪，儿子不会被逼成这样。为了挽回这一切，父亲再一次让他站上了演讲台，亲自揭穿这场骗局。面对上百名观众，男孩的心情从未如此轻松。他坦白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，只是在死记硬背，就那些物理学知识也都是父亲教他说的。可话音刚落，台下却响起了阵阵掌声，因为比起他是个骗子，他们更愿相信这个天才在自谦。
在人群的欢呼声中，男孩的灵魂终于得到了救赎，可父亲的眼神却越来越迷离，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告诉他，儿子神童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，而这场骗局还将继续下去。